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腾电脑评测。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台机器依次是惠普老款 NV13X360、小米 L13 新款的 NV13X360。今天要开箱的是小米 L13 翻转本。前几天我们刚开箱过惠普新款的翻转本，从参数上来看，这两台机器的翻转本都是 i5-1230U 搭配 2.8K 物 LED 的屏幕，但是惠普 NV13X360是有散热风扇的，这台小米 L13 是无风扇的设计。那它们在性能和使用感受上的差距到底大不大？下面我们来开箱。侧面是它的型号、配置、序列号，外包装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次性封口，打开以后内部还有一个包装，拿在手上重量比较轻，四周做了这种浅色金属包边，虽然说是 CNC 切割工艺，但是没有明显的割手感，而且金属包边有个问题，平时如果有小磕碰，后期侧面会伤痕累累，非常难看。可以学习一下 NV13X360 那样，把边缘做圆润处理，拿在手上面的质感就会明显的提升。但是整片板材做圆润处理，成本会提高不少。厂家考虑的是成本，可以理解。其他地方的小细节也还好，挑不出什么毛病出来。单手开合基本不可以，最大可以进行360度翻转。B 面屏幕比例16:10，触控屏。为了追求窄边框，摄像头位于左下角，下巴约为1指半，而且这个摄像头的角度很难受，像素号称800万，实际不如500万。麦克风在 logo 的两侧两个。C 面键盘为黑色，但是白色的机身你搞个黑色的键盘有点不能让人理解。键程 1.3 毫米，手感一般。号称4档背光键盘，实际3档2档都是一样的亮度，感觉是硬凑出来的。触控板位于正中间，左右声音一致，但是稍微有点小。机身左侧耳麦2合1接口，雷电4接口，还有一个笔的充电接口是磁吸的，但是机器没有送笔。右侧一个雷电4接口，还有一个指纹开机2合1接口，这个机器连一个 USB 接口都没有，但是它原厂送了一根转接线。因为无风扇的设计，所以它也没有出风口。机身长度 29.6 厘米，上下高度 20.5 厘米，机身最厚的地方 13.8 毫米，12毫米指的是机器最薄的地方。裸机1190克，13寸的机身里面算比较轻的。电源适配器140克，旅行重量1330克，刚好和 NV13X360 的新款裸机一样重。电源适配器65瓦，非常小巧，南京库科电子生产。然后线它是这种皮的，手机用的那种线吧，两头都是 C 口的。进入系统以后有一个很激励的小爱同学，可以接收你的语音指令。然后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华为的多屏协同功能，但是好像体验感并不如华为。比如说我们要拖一个照片过来，它这边拖它是不好拖的，拖不了。虽然也能像华为那样把屏幕移植到电脑上面来，但是它的体验感并没有华为的好。基本上也是一个鸡肋，其他几个功能就更不要说了，基本没啥用。F1 加 K 可以切换极速、均衡两种性能模式，和 NV13X360 上一样，触控屏它是鼠标、键盘和触控板的一个延续，可以让你更快、更便捷的操作电脑，在进行简单操作的时候可以代替它们。而且这个屏幕和 NV13X360 一样，物 LED 用触控屏它都是有那种网格，因为用的都是 OnCell 这个技术，所有驱动都为官方最新版本。主板 BIOS 0808，处理器 i5-1230U， 2个性能核，8个能效核，共10核心12线程，记住频率 1.0G， 最高睿频 4.4G， 3级缓震12兆， TDP 9到29瓦。不过这台机器没有风扇， CPU 功率是个悬念，这会直接影响它的性能。显卡英特尔锐炬 XZ 核显，最大动态频率850兆赫兹，支持 8K 视频输出。电脑是三星 16G LP DDR5 6400频率，然后读取是62000，延时纳秒115，数据比较优秀。屏幕比例16:10， 13.3寸三星 SGC 4175 OLED 触控屏，分辨率2800×1080，刷新率60赫兹。这里要纠正一下，我专门去问了一下小米的客服，这里显示的三星不代表它就是三星的屏幕，只是它的发光材料来自三星，包括惠普的 NV13X360 也是这样，所以不要被误导了。Delta E 约等于 0.33， GC 调光，低蓝光认证，护眼认证。屏幕色彩可以切换，100%的 GCI-P3 色域，实测 99%， 这是它的色调响应和灰阶。官方宣传最高可以达600尼特峰值亮度，实测373尼特，跟惠普的差不多。
80%的亮度约为220尼特。SSD 软件崩溃打开不了。硬盘开下 512G PCIe 4.0， 实测大概 3.0， 速度上达不到要求。无线网卡 WiFi 6E X211 英特尔的网卡，鲁拉斯2020版跑分70万，其中处理器30万不到，显卡9万4。注意版本不一样，跑分不一样。性能方面，13寸的机身加上超薄可翻转又没有散热风扇，再加上 CPU 功率仅有8瓦，本身对我来说它的性能就没有任何的期望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与惠普 NV13X360 同样的 i5-1230U 相比，单核性能弱了 12%， 多核性能弱了 46%， 少了2个风扇，性能相差巨大。与惠普星耀5的30瓦的 i5-1240P 相比，单核性能弱了 13%， 多核性能弱了 78%。与其他标压版的 i5-1250H 就不要比了，可以理解为多核性能基本上翻了整整1倍还要多。与惠普老款的 NV13X360 R7 5800U 相比，单核性能强了 4%， 多核性能弱了 82%。 为了降低本身就不明显的噪音而损失 46% 的性能，多少让人有点难以理解。如果你在性能上降低了 10% 或者 20%， 能彻底的消除噪音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显卡方面，这种轻薄本跑分没有什么意义。与同处理器的 NV13X360 相比，显卡分别弱了 7%、13%、12%。与上一代的 NV13X360 R7 5800U 相比，显卡分别弱了 32%、25%、8%。他们玩不了的，你也玩不了。Crossmark 跨平台基准测试压根就打不开。Corona 1.3 Benchmark 渲染插件348秒，比同配置的 NV13X360 慢了156秒，效率上降低了 55%。微软渲染器是这种行业做效果图的，软件吃 CPU 的性能。微软引擎比同配置的惠普弱了 56%，CUDA 引擎弱了 63%， 高频内存的优势在 CPU 功率面前不值一提。PCMark 多程序综合能力测试软件崩溃，无法测试。这台机器不止一个软件崩溃或者是无法打开的情况，光 3D Mark 测试软件我就折腾了1个下午。系统我已经挥霍过1次了，所以不要质疑我。英雄联盟 2.8K 极高的特效，出现这边的 FPS 在60帧左右，对线的 FPS 差不多也在60帧左右，65帧，属于勉强能玩的几根线，但是打传单的话肯定是不行，稍微动一动有时候连60帧也保不住，所以打英雄联盟的话就不要太想了，基本上玩不了。即使你降低到极低的特效，差不多也在60几帧、70帧。在进行烤机之前，待机的功率在 2.5 瓦左右。单烤的一瞬间，处理器来到了29瓦，15秒以后，功率来到了11瓦、12瓦左右。单烧烤一共进行了1个小时，处理器的功率是8瓦，然后处理器的温度61度，性能和 1.1G、1.2G， 能效和 1.3G。硬盘的温度是39度，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2度。室内的噪音在40分贝左右。屏下的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烫手，温度在 42.1 度，然后键盘的温度是37度，左侧和右侧基本上都在 36.5 度，然后整个机器有点温热的感觉，不烫手。电源适配器 18.6 瓦，但是背面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烫手的。拆机很简单，4颗螺丝拧掉就可以打开，可以发现内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电池加一个散热片，然后这里是它的硬盘位仅有一个，这里是它的主板非常的小巧，然后是无线网卡 CPU， 这里应该是内存条，就是靠这么一个散热片给它散热的，所以功率不可能做很大。机身左侧的雷电丝接口是通过数据线连接在主板上面的。说明一下，它的扬声器是4个，2个朝后，2个朝前，这里是另外2个。我这个人不会以单独的某项跑分作为评判机器的标准，它虽然跑分弱，但是完全静音。8瓦的处理器简单办公实际上也够，只不过你处理一些比较大的文档和表格就力不从心了。其次，它不是游戏本，比如 i7-1270H 标准 TDP 45瓦，有厂家设计90瓦，也有厂家设计45瓦。实际上玩游戏的时候 CPU 是不会超过45瓦的，所以90瓦的极限用处少之又少，多出来的功率完全是应付跑分的需求，属于可要可不要的东西。但是轻薄本本身性能就孱弱，你这么一刀切，把性能降低了 46%， 属实有点虎。正常情况下，环境噪音度已经35分贝了，
搞个无噪音真的没有什么意义，就算风扇轻微转动一下也不会给人太大的困扰。这就是小米啊，而且只卖4999元，换成其他牌子得被大家喷死。我的建议，没有过高性能的需求可以买。总结一下优缺点。优点一，屏幕 2.8K OLED 色彩绚丽，显示效果好，而且小米为了防止 OLED 烧屏，内置了一个自动换壁纸的程序，这点非常好，希望其他厂家学习一下。二，无噪音设计很大胆。三，4999元性价比超高。缺点一，性能相当拉垮，与有风扇设计的惠普 NV13X360 多核性能相差 46%。二，屏幕和 NV13X360、华硕无畏360一样都有网格。三，没有 USB-A 口，使用上不方便，不过给了转接线。下面是回血时间，原价4999元，回血价4699元。不介意被我使用过，有少许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店铺瑞诚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，拍下即可，没有就是被拍了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